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由朗宙出品的这一款仙蜜亡灵啊，这一款也是我个人觉得，是我至今为止玩朗宙的一些玩具里面，我个人最期待也是最喜欢的这一款了。它有两个版本，普通版跟豪华版。这次呢，咱们把玩的就是它的这个豪华版，多了一颗直发头。OK，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从这个主体开始看起啊。整个造型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零七时候的亡灵啊，还是非常的帅啊。整个的衣服还原度，还有就是你肉眼的这个感官，包括腰带而且腰带上面的一些细节的一些东西我都觉得很细唯独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个衣服很硬，太硬了，就摸上去我感觉就是很粗糙的一个布料这一点呢，我就觉得比较奇怪特别是它外面这一个袍子这一边的材质还行比较软，但是到了中段下端这里，虽然说它是有这个造型的一个铁丝在里面但是整个摸上去的这个质感就感觉是说不清楚。如果兄弟到手的话，摸了一下就知道了。内部的这一件也是非常的硬，在内部的这个内衬就稍微好一点了。再来看一下背部，整个细节的这个还原度，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你可以看到袖子这里整个的外面这层衣服内部的一些细节，而且是跟这个包装背部的这个海浪也是有相呼应包装也是做成衣服的这种感觉。然后它的腰带，我觉得这个腰带确实做的非常不错。它这个细节做旧，包括一些就是金属的质感都是有刻画出来。然后这边些绑绳都是真实的，而不是用了一个软胶或者硬胶去涂层上去的。腰坠一样，就是这个毛虽然说摸上去很舒服，但是它比较容易炸整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内部的内衣，包括里面的这个内衬，衣服摸上去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然后鞋面这个靴子的涂装的话呢，我觉得稍微略显粗糙了一点然后是靴子跟脚是单独分离的我就觉得有些地方它有一些异色，其他问题不大还行。好，然后当然重点咱们就是要来看一下，首先这一颗焦发头，这颗焦发头，我觉得眼神的一些细节刻画，我在开箱前反复看了一下这个动画的这个图，做了一下对比，我觉得还原度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少整个的面部表情，整个的涂装就感觉少了一点点杀气。然后焦发顶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不知道是每款都这样还是什么，它这里的这一撮刘海太割裂了，这个横膜线太明显了，应该是后面粘上去的，但是没有处理好。实际上它的这个焦发的精度侧面看还是不错的啊，只是近看到了背后会稍微有一点点糊，下方发梢这里也是一坨，而且因为焦发比较厚很重，面部的涂装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眼睛颜色的这个刻画也还是不错的，总体感觉就是依然我一直觉得朗宙的这个产品素体包括整个头都偏瘦，这也是我个人的感官。这次呢，我也觉得还是稍微瘦了一点，包括脖子跟整个头看上去比较瘦。素体方面的话呢，也是非常纤细的一个造型然后看一下头饰这里做的也是挺不错的，做旧包括一些银色涂装都是做的非常可以。发髻这里这个小马尾也是横膜线会比较明显一点的。其他的还是不错的，整个的面部轮廓，包括眉眼还是不错的。
可动眼的调节需要你把头雕拔下来以后，在内部去抠。但是呢，这个可动也不像我们之前玩 HT 或者 EART 用手直接可以滑动，像这个非常非常紧，你必须要用它的这个可动眼调节器，不然的话你用手指是完全掰不动的，真的掰不动，太硬了，很紧。之前其他 HT 的这种我都觉得有点松，它们又有点太紧了。OK，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整体啊，它这一个虽然说素体比较纤细，但是它的接地性还是不错的。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手臂、小臂甲，包括里面这个内衬，咱们来看一下啊，做的还是不错，就是有些细节涂装呢，我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异色啊，视频当中可能不是看得那么清楚，你自己拿到手了会比较明显。出它一个握拳手，手还是挺白嫩的。螃蟹手是完全没有的，这素体的感觉还是不错，有点溜肩，因为它的这衣物整个衣物会比较厚，所以你拿在手上它就啊，个人感觉稍微有一丢丢奇怪，效果还是不错。好，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整个可动了。首先头部可动，因为它的这个焦发背部长发嘛，没办法啊，所以360度没有不可能了。然后你每次去动它的这个头的时候啊，尽量当心后面啊，不要去把衣物给蹭到了，特别还有这个刘海，对吧？所以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动的时候都要当心，它这个焦发都是比较尖锐的啊，不要把衣服给弄坏了。侧头差不多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它这个头发完全干涉了。抬头幅度，我们来看一下，一点点，低头关节还是比较紧的，不会说因为后面的这个焦化比较重，把你的头往后倾斜了，这是不会啊，没什么问题。但是你把玩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就不一定了。好，然后它这一段发饰的这里小马尾也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些造型，随风摆动也还不错啊。就是当心这顶部这两端啊，虽然说是软胶，但还是比较脆，放心不要去弄断了。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手部的这些可动。当然，这件外套是可以脱下来的，我刚看了一下，脱是可以脱的，没什么问题。首先抬手啊，关节非常紧啊，这样的一个角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很完美啊，这可动是没什么毛病，非常舒服，而且关节不松，挺紧。然后手肘部分啊，手肘非常紧啊，把玩的时候当心点。我们就以这只手来为例吧，也是一个尺寸关节，平折都没什么问题。大臂也有旋转的一个空间，手臂有往上抬，前倾幅度也有，标准比较好的这个竖体可动。虽然说它比较纤细啊，但是朗宙对于素体的这个可动，我觉得都还是非常做的不错的。好，然后胸腰可动很舒服啊，可动很大，左右也有，往后仰幅度不大，里面可以摸得到它的胸是一个包胶的，摸上去很舒服，还有点回弹。但是你每次去动腰了以后啊，你这个衣物就得重新去稍微打理一下了，因为这折痕会往上抬一点。侧腰幅度不大啊，但也有。好，然后看一下腿部可动，很细啊，我们可以看这腿是真很细。劈叉一字马没压力啊，这里面的这个衣服对于造型完全没有什么干涉啊。然后前踢90度没问题，又是一个齿轮关节，脚踝上方这个膝盖部分也能得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很脆。大腿也有旋转空间，然后看一下脚踝跟脚掌部分，左右前后啊，关节也是比较紧的，没什么问题。这一款站立性跟接地性，我也觉得是没有毛病的，整体效果还是可以啊。但是我个人总结就是这个衣服啊，
面料的方面啊，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舒服，而且对于把玩的时候这种手感稍微有一点点欠佳，整体的还原度非常不错。毕竟它这个官方价格还是多少，现在反正市场价快货或者是最早的一批价格也要在1700左右的吧，豪华版，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OK，主体方面咱们就差不多看到这里了。接下来当然重头戏，直发头雕跟其他的一些配件，咱们进行下一段。好了，外包装方面，咱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最外层这个牛皮纸运输箱啊，然后这一个是内部的一个包装。我们看到这次很厚啊，这个包装，而且重量方面非常重啊，因为它是豪华版，普通版的话，我感觉会不会再小一点啊？因为我没买，所以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包装的大小会一样。反正它很沉，正面就是王林，下方仙蜜跟朗宙的标志啊，没有其他的一个特色。顶部的话，如果你开箱啊，它会要提示你开箱视频啊，我估计啊会有一点中奖的风险啊，售后。然后内部包装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一个黑银的整体的一个配色，背后会有一些海浪的刻画，它的产品编号 CC9129。再看一下背部啊，然后一些产品的一个注意事项。它也是一个侧边磁吸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了以后，哇哦，里面这几张绘图很漂亮啊，打开了以后会有下方可以看到啊，自己来慢慢瞧一瞧，我就不读了，不错。然后调出来的呢，会有一张售后卡，然后还有很小的一个说明书。哇，里面还有个香片，怪不得我想包装打开来这个味道怎么这么香啊！啊，现在他们也来这一套了，搞一个香片。好，然后再慢慢打开。哦，可以看到整个这一边，这里还是挺用心的。一般的我开过这种瓷器，打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对吧？哪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了啊，买过都知道。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包装，首先第一层就是主体跟手型啊，还有一些武器配件。然后第二层啊，这一面三，然后一个经典时尚啊小地毯，背后一些特效件，然后看一下还有没有下一层啊。哦，好，就这些。OK，然后咱们就来看一下配件方面啊，都是些什么东西。好了，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件了。首先就是一张说明书啊，很简单的一个说明书，就是跟你说这个头雕的一个拿取方式啊，左右两侧捏住旋转啊，给它拔下来，然后就是一个可动眼的一个调节，然后下方啊这些特效件组装没了，比较敷衍啊，很多东西都没有，特别是可动，它竟然都没有。好了，然后现在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替换手。首先，一个两指的一个造型手，这手啊涂的还是不错的，纤纤玉手，很白嫩。然后看一下细节，没毛病，和睦线不明显，不错。然后一对造型手的手型看不出一点问题啊，包括指甲很嫩啊。然后握持手就算是这一些啊比较贴合的，除了骨头这里啊会黏一点，其他地方都没什么问题。好，然后也是一个握持手型，不错。好，然后看一下它的配件，首先葫芦，它这个不像
一些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厂商啊，会做一个塑料的或者之类的，它这个还是挺沉的，实心的，而且这个盖儿啊可以拿下来，在里面真的是可以去放一点东西的啊。然后顶部这里是一个软胶，那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去弄断了啊。虽然说它有一点可动性，这盖子盖上以后还不错啊，看一下手心能不能完美拿捏啊，还是有一点点难度啊，想去捏的话，得把你的手稍微张开一点，比较难捏，太大了。好，然后小玉屏啊，非常小，但是它的细节看一下啊，哦，还算可以，很近距离看也不会很糊，而且它这个小盖子，哎，也能拔出来，而且不会特别松啊。但是切记也不要一直反复拔啊，那肯定时间长了会松一点，还不错。这个也可以去手心拿捏一下，但是这个又过于小了啊，要卡住的话有点难度。哎，这样你还可以。好，然后特效键啊，这些特效键真的是我拿在手上啊，就知道感觉不咋地了。整体的涂装我觉得还是稍微粗糙了一点，不管是每一根都是比较粗糙啊。透明键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开模还行，不是特别尖锐，但是当心不要摔，这些塑料都很脆，给了好几个是组装到一起的。好，然后武器配件，这把飞剑虽然啊它做的是塑料的，比较可惜没做合金的，但是它的剑刃这里的一些涂装细节，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剑柄这里呢，略显有一点点小糊啊，整体还可以。开模啊，这些尖尖角角的地方都很脆啊，而且很尖锐，把玩的时候当心点。很轻，但整体的还原度还不错。好，然后一个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器。好，然后一面镜翻啊，这边早期的一面镜翻，怎么说呢？在包装盒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拿出来了以后啊，特别是这两撮，好家伙，我那直接细看嘛，就是拿一张纸打印上去这种效果，看上去很粗糙。这下面挂的几片配件还是可以啊，涂装还不错。但整个包括镜翻的这一面，除了当中这一颗，还是真实的一个材料，包括顶部，整个的这一张就是一张比较厚的纸啊，然后上面稍微印刷了一下啊，而且细节的涂装稍微粗糙一点，反面也一样，就是这些字体涂的还是不错的。然后整根是一个软胶件啊，所以不用太担心会折断。底部涂装还不错啊，如果去握持的话呢，应该是可以把下面这一个去拔掉，手心穿上去。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所有国产魔玩这种武器配件啊，基本上都是可以从上面拔下来的。顶部，这个细节刻画还不错，但也是啊，很薄很脆，好玩的时候当心这个可以自己去调节，但总比没有好啊，还原度还是可以的，就是用的材料差了一点点。啊，然后就是经典时尚系地台一个仙女亡灵啊，这是传统朗宙都是这样的地台，一个加压支架啊，内部也有一个白色的防剐蹭的小海绵垫，一长一短两根透明支架啊，不是造型软管，所以没办法去做一些造型。当然，你可以自己去配一个地台，没有什么问题。OK，最后的重头戏它来了，就是这一颗直发头啊，包裹在这个盒子里面。出厂的时候会有两个小贴纸啊，不然的话它这个很容易掉啊。咱们来打开这颗头，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惊艳的。来，咱们来仔细看一下，除了打开的时候小杂毛确实有点多，
非常多，你需要稍微去打理一下。顶部的发胶打的还是可以的，所以不会乱。我觉得这颗直发头的还原度真不错，包括可以看到顶上的这个发际线啊，直的是根根分明，美人尖也有，没毛病。眼神的刻画，包括侧面啊，哎呀，这头发确实做的直的很好啊。看一下底部，啊，我们拉远一下镜头，很舒服。除了小杂毛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你后期自己打理一下就行了，没什么问题。发胶涂的还行，如果你手艺比较好的话，可以自己去沾一下水，重新再打理一下。但顶部这里我建议可以不用打理了，它官方出厂的时候就做的还是不错的，没有什么问题。厚度也还可以。这个头在没发货前啊，我就在展会上看到的时候都非常惊艳了，然后拿到手上我觉得没啥缩水，也是非常不错的。拿捏的时候当心啊，从旁边哎给它转一下，慢慢转啊，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再给它捏下来啊，这样头就下来了。然后咱们去替换一下头调，看一下整体上身效果怎么样。望远镜头，首先这个头调拔下来的时候当心啊，不要去弄坏了，慢一点捏。哎，跟 HT 一样啊，也搞这种滑槽式的了。好，然后慢慢把头条拿上来，也是对准，把那些插上去了以后再打的，没什么问题。哎，咔嚓一下，哎呀，我靠，这不得不说啊，放上直发头了以后老帅了啊！除了杂毛比较多以外，哦哟，是真帅。啊，因为它是长发，而且在侧面你不会看到它脖子跟头雕的这个关节的暴露，没有问题，哇，很巨。这个头我觉得物超所值啊！如果你让我推荐你去买胶发还是买豪华版的这个直发的套装，毫不犹豫，包直发的。这个头戴上去，我这整体的效果就完全拉升了一个档次了，在我眼里啊，非常不错。包括后面啊，因为出场的时候是压住的，所以这头发会有点往旁边斜啊，但是自己可以打理，没什么问题，整体感觉非常不错。我个人觉得是我到现在为止啊，把玩朗宙里面唯一一个我觉得可以竖一下大拇指的一个作品啊。整体的感觉除了一些配件啊、用料啊确实呢，我个人觉得可以再更好一点，因为这个价位也不是很便宜，对不对？但是还行吧，整体还可以。OK，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三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好了，本期朗宙出品的《仙逆亡灵》1:6可动人偶豪华版，差不多就介绍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